嗨，大家，我是简简。如果你们有关注我的话，就会知道我在去年的时候去美国交换了1学期。生活在美国这半年内，我有非常多的心得。回台湾之后，就一直在跟亲朋好友分享我的所见所闻。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在美国观察到的30件事情。那以下经验会用食衣住行娱乐这6个类别来跟大家分享。So without further ado, let's go. 第一 part 也就是食的部分。伙食部分，第一点，草莓真的超便宜又超好吃。在台湾可能要花300块买到的草莓，美国大概100-200块就有了。我甚至还买过1块钱的1整盒草莓，真的超划算。而且他们的草莓都是非常脆的那一种，而不是软软的那种。我超级爱脆脆的草莓，草莓是我最喜欢的水果。第二点，越垃圾的食物越便宜，越健康的越贵。在美国超市，你可以看到一整打12个甜甜圈只要5块美金，也就是台币150元，也就是一个甜甜圈只要10几块，而且是 Krispy Kreme 那种等级的 glazed donut. It's so good, but it's like so unhealthy. I don't understand. 我们学校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健康的选择叫 Playa Bowls， 他们就是那种水果碗 Asahi Bowl， 然后就是smoothie 啊，然后上面淋 granola 或是水果之类，一碗就可以到15块，也就是450块台币，真的是很贵，但是非常好吃，然后又是少数的健康选择，真的是让人很困扰哎。第三点，美国餐厅的食物口味非常重，而且分量超级大，每次都吃不完，然后吃到后来都会觉得蛮腻的，就会觉得还是喜欢吃台湾的那种小吃。我在美国直接胖了5公斤，因为每次点餐都会忘记他们分量超级大，然后又会想要全部都吃到一点点，所以就可能就不小心点太多，然后吃到后来都真的超饱。再加上我的胃可能比较大一点，然后我又不想浪费食物，所以我就会狂吃，然后就直接胖了5公斤。第4点，我觉得美国的韩国食物很好吃，除了中国城之外，也有韩国城，所以在韩国城可以吃到很多真的比较道地的韩国料理，真的很棒。第5点，这一点有点奇怪，可是因为我很爱吃金针菇，美国金针菇超级贵，可能是台湾的10倍左右，台湾可能17块就可以买到一整包金针菇，美国就是要170，也就是在5-6块钱才买得到。我不能理解，我觉得超难过的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去美国开一个 mushroom farm， 然后就会赚大钱。Part 2，衣物的部分。第一点就是美国的二手衣服超好买，如果你们对thrifting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我这支影片。我在 Second Street 那时候买了超级多衣服，然后就是一一跟大家分享。那在学校里面有时候也常常会看到人在摆摊卖他们的二手衣服。我那时候就有买过一条 Aries 的 leggings， 才1块钱。1块美金，然后另外一条裙子也才1块美金，然后再一个牛仔裤才5块钱还3块钱，反正总之都超便宜，然后又超好穿，我就觉得非常环保。我很喜欢美国 thrifting 的这个 culture。第2点其实有点在呼应第1点嘛，就是他们的全新服饰都会超级贵。我很喜欢的品牌叫 Urban Outfitters， 但是他们的一件长袖可能就要50-60块美金，我就会无法接受，就会选择去隔壁的 Second Street 去买。下一点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有感的一点，是 athleisure is real。运动休闲真的在美国超级盛行，尤其在大学校园内，大家都常穿瑜伽裤啊 leggings 或是 flared leggings， 就是喇叭的瑜伽裤，就是穿得很 casual， 可能就配个大学 T 然后就出门了这样。第4点其实跟衣服本身比较没有关系，但是因为美国人超级会称赞，他们都很乐于称赞陌生人，所以我有特别打扮出门去上学的时候，常常路上的陌生同学就会跑来跟我讲说 I love your outfit， 然后就是很乐于称赞。然后身为台湾人，我觉得一开始会有点不习惯，后来发现我其实蛮爱慕虚荣的，然后很喜欢别人这样称赞我。第5点，我就是有明显感受到，虽然说 athleisure 很盛行，然后很多人穿 athleisure， 但是非常多人都是照着自己的 style 在穿衣服，然后看得出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塑造自己的 style 上面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很爱好自由，然后很会展现自我，所以这一点就是很有趣，可以在路上观察到很有趣的服装。下一个主题，住，也就是住宿的部分。我观察到的第1点就是美国的房子通常都是浴缸结合淋浴间，然后莲蓬头都固定在墙上，所以你洗澡如果没有要泡澡，就非得站在那边，站在浴缸里面洗澡这样。第2点就是 apartment 里面通常都会有冷暖气系统，而不是像台湾比较常见就是一台一台的冷气机。
第3点其实让我蛮困扰，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需要煮饭，但是呢，他们没有抽油烟机，他们只有抽风机，然后所以其实有抽跟没抽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家里常常会有那种油耗味，真的很讨厌。第4点呢，我要平反一下美国的厨房，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个设计，也就是在水槽的排水孔里面安装搅碎厨余的这个机制，所以常常我们的厨余都直接倒到水槽里面，然后给它搅烂，然后它就排出去了，不用像台湾还要另外一个厨余桶啊，或是要绑塑胶袋之类的。最后一点就是房租真的好贵。我在费城的非市中心地方，但是在我们学校附近租的一个学生公寓，然后我们是4B2B， 也就是4个室友分2间厕所。公寓还有提供洗衣间跟健身房可以使用，然后还有代收包裹的服务。但是整体下来，我1个月的房租是1100，也就是33000元台币。没错，真的非常贵。然后我也查过，纽约的套房都要2000块起跳，也就是6万块台币。我真的是听到都傻眼了。虽然说他们的薪水也会比较高一点，但是多少还是觉得生活花费真的太高了。接下来是进入行，也就是交通的部分。我观察第1点就是没有人在骑机车。我回到台湾的时候，看到一波机车这样在台北的街头上骑过去的时候，我差点哭出来，因为我真的太感动了。在美国，通常就只有机车跟公车，唯一会骑机车的通常是一些混混，然后他们都会改车改成3轮车，然后都超级大台，而且都不戴安全帽，还会翘前轮，这样就是很吵的这样开过去，就是蛮恐怖的，不像是一个他们平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就对了。第2点就是他们的地铁常常有人会跳票，也就是跳过栅栏或是就绕过栅栏，然后是真的蛮常态的事情。第3点是每一州的捷运系统还是城市，我也不太确定，就是州或城市的捷运系统都差很多，所以坐起来的感觉非常不一样，不像台湾台铁是环岛的，然后感觉都蛮统一的，但是美国的每一个系统都差很多。第4点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观察，结果我回来跟我妈讲的时候，她竟然打枪我了。我观察到的就是美国的公车，他们下车铃不是这样按钮的，他们是会有一条线在窗户旁边，然后就直接这样扯一下，它就会响动那个下车铃。然后就是这个好处就是你乱拉都很容易就拉到下车铃，而不是一定要对准那个下车铃，像台北的公车那种感觉。但是结果我跟我妈分享这件事的时候，她就跟我讲说，哦，台湾以前公车也是那样，我就有点失望。最后一点是我发现美国国内的联航真的就只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因为我搭去其他州旅行的时候，就有看到很多那种像上班族的人，感觉只是要去开个会，他就搭飞机，我就觉得这不是台湾人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通常我们可能就搭高铁或是搭台铁这样，但美国因为太大了，所以必须用飞机来这样 transport。接着是进入育，也就是教育的部分。第1点是依我这1学期下来的上课感受，我感觉到老师会把很多上课时间着重在同学跟同学间的沟通跟讨论。上课期间常常是在跟别人交流想法，而不是在吸收新的知识这样。但是课后就会很多 readings 啊，或是线上影片，还有作业要做。第2点是我觉得我有一点不能接受，但是应该只是因为台湾没有这样的习惯，就是他们的图书馆里面可以讲话，可以讲电话，所以当有人讲电话这样走过去，然后经过所有人的时候，大家也不会觉得奇怪。但以我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蛮奇怪，就是图书馆不就是要非常安静吗？更奇怪的是，图书馆里面可以吃饭，就是吃正餐，就还蛮有趣的，跟台湾规则不太一样。关于图书馆部分，我想要补充一些点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Temple 的图书馆，我在那边真的花了超级多时间。就是就算没有插座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去租借，免费租借他们的电源，电源是可以充电脑的，还有手机，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充。再来，甚至是可以租借笔电的，当你忘记带笔电要做事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借一台笔电，然后在图书馆里面做你要做的事情。Temple 图书馆平常开到半夜2点，然后只有礼拜5会开到8点而已，因为大家要去 party 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图书馆里面甚至有个24小时专区，我真的觉得超酷。我一直很想要熬夜在那边体验看看，但是因为
作业量一直没有那么大，然后因为我比较重视睡眠，所以就一直觉得没有必要。第3点就是学校里面有免费提供1对1的免费课辅，然后任何学生都可以申请，可以针对各种语言的 writing 或是 speaking 啊，或是任何专业科目都可以去那边做课辅。教育类的最后一部分是我觉得 Temple 有一个蛮好的机制，但其实也是必要的。学校有免费提供校警护送回家的服务，因为 Temple 附近的治安没有那么好，所以真的蛮需要这个服务的。只要你直接打电话跟他说哦我在哪里，然后我要去哪里，他们就会送一个专员来，然后护送你走路回家这样。我觉得这一点很赞，让我非常安心。最后进入也就是娱乐的部分。第1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 Oh my God， 美国的游乐园真的超好玩。我有去 Six Flags， 也就是他们的一个连锁的游乐园，就是在很多州都有，超级好玩，因为超级刺激，而且是每一项都超刺激。像我这种超爱玩游乐园的人，就会觉得超爱。不像台湾的可能都比较没那么刺激，唯一的比较好玩的是那个八仙乐园，结果倒了，没办法。第2点是美国好像很多电影院都是那种躺椅，就是可以直接这样躺着看电影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去过，所以我无法证实，但是我朋友都说很赞。第3点是我在芝加哥才体验到的一个心得，就是户外溜冰真的太浪漫了。就在一个公园旁边，然后就有一个溜冰场，大家就在那边牵手溜冰，就觉得好可爱，好浪漫。我那时候在芝加哥就去了 Cloud Gate 旁边的一个溜冰场，然后我跟我表姐就租了溜冰鞋在那边溜，没有入场费，所以假如你自己带你的溜冰鞋的话，是可以免费在那边溜冰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好好，我好喜欢。第4点也是我最爱的一点，就是美国好多美术馆，到处都是优质的美术馆，而且看都看不完。我觉得我在美国这段期间最大的 highlight 就是我去了非常多美术馆，然后看到了以前在课本上看到的画，我真的非常感动。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在 Philadelphia Sketchbook 这堂课里面去的美术馆跟博物馆。娱乐的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每一座城市的娱乐方式都好不一样。像在纽约，我就觉得很适合逛街；再来费城的话，我就觉得很适合逛美术馆或博物馆，因为真的非常多。在芝加哥的话，我就觉得很适合欣赏那座城市，因为真的长得太漂亮。不过每个国家应该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。最后，我想要补充一些我其他的观察。其实这些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，就是关于治安的部分。美国治安真的蛮差的。我们学生常常会收到一些 email 通知或者是简讯通知说，哦，学校附近的哪一个路口有枪击案，或是有抢劫案之类的这些东西，在美国真的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就是每天都会发生，每天都会接到通知。然后我在 Temple 的期间也有遇过，就是 Temple 的毕业生在学校附近被枪杀之类的，因为美国枪支泛滥，所以这些事情真的蛮常见的。要去美国生活的话，可能就这方面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有一次我上课前在宿舍观察到，我们校园上方一直有直升机在那边飞来飞去。我住的地方离学校其实不远，所以我看得到。结果上网一搜寻，就发现有一个佩戴枪支的逃犯在我们学校附近躲藏，然后直升机在找他，我就整个愣掉。我就想说，我现在是要去上课吗？还有一次是我跟朋友搭地铁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直接从我们这样眼前走过去，但他的口袋里面，屁股的口袋里面插了一把大菜刀，是那种大片的，不是细的，是一整片的菜刀，就这样插在口袋里。然后他就这样若无其事的走过去，但是因为他那时候看起来有点嗨，所以好像没有要攻击他人的意思。但其实那时候我很害怕。对，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下生活，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要更小心，然后更有防备心一点。对，想要补充的第2点就是美国吸毒的状况。美国吸毒状况真的蛮严重的，就是费城甚至有一条街叫 Zombie Street， 因为太多人在那边吸毒，然后吸毒到真的无法生活，就是会这样然后就这样垂的躺在路边，或是坐在路边，然后就是完全失去生活能力，整条街都一堆毒虫。然后像费城其实大麻不合法，可是路上大家都在抽，然后就也没有人在管。大麻
美国的大麻味甚至比烟味多。我第一次闻到大麻味的时候，我想说这什么鬼味道？因为我从来没有闻过大麻，别人才跟我讲哦，那就是麻味，我就原来是这个味道。不过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当然有尝试过吸大麻，那感觉真的是很特别，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。但总之 ，I had a good trip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在美国生活半年的一些观察。如果你们对我在美国的生活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看我的其他影片。然后有问题的话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